北约秘书长揭秘俄财政危机，普京或下令全国加税，威胁北约。俄图160北极巡逻11小时，乌军摧毁 A60 激光飞机。欧洲启动510亿防务计划，波兰修筑东部盾牌，德国组建自杀式无人机部队。美海军暂停星座级护卫舰项目，与日韩造船业展开合作。半岛局势再升温，朝鲜试射火星18导弹。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北约情报显示，克里姆林宫的钱袋子真的快见底了。普京执政20多年，第一次要把手伸进民众口袋，准备打破不加税的铁律。当莫斯科的精英们发现自己的资产缩水，还得掏钱给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买单时，他们对普京的支持还能像以前那样坚不可摧吗？美国制裁的影响把克里姆林宫的财政逼到了墙角，比莫斯科预想的大得多。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两大巨头遭受重创，不仅直接让俄石油出口收入缩水，还产生了连锁反应。和这两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都开始担心被制裁牵连，不敢放开合作。这就是制裁产生的一阶和二阶效应，直接收入和外贸合作两头受挤。克里姆林宫已经慌了。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采访中扔出重磅消息，普京正在考虑加税。这件事很严重，太得罪选民了，没有哪个领导人愿意碰这个雷区，除非财政压力大到顶不住。现在所有的俄罗斯媒体都在公开聊俄罗斯加税的可能性，这背后藏着的是真实的财政困境。其实早些时候，俄罗斯不少地区就悄悄减少税收优惠，想多凑点财政预算，但地方上的微小补充根本挡不住全国性的资金缺口。不仅对乌战争一天到晚在烧钱，而且制裁又断了不少财路，一进一出之间，财政早就扛不住了。吕特还分析，这种经济压力迟早会传到俄罗斯精英阶层，现在还只是媒体讨论加税，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有精英找普京质疑，这些财政代价真的值得吗？加税直接影响民众和企业利益，精英阶层态度一变，内部政治压力就会跟着来。当一个国家不得不靠不受欢迎的加税维持运转时，还能支撑多久？前线要花钱，国内民生也得保障。现在的克里姆林宫正站在两难的十字路口，一边是财政焦头烂额，一边俄罗斯还想靠军事行动展示强硬，但战场给出了答案，乌军首次击毁俄 A60 激光攻击飞机。11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在北冰洋中立水域完成11小时巡逻。作为俄罗斯核三位一体和战略威慑的核心，能携带45吨弹药，威力巨大。俄罗斯说这是常规训练，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向北约展示军事实力。自从2000年代重新恢复常规巡逻，图160就经常在北约领空附近晃悠，每次都引得盟军战斗机升空拦截。这次在北冰洋飞这么久，就是想告诉美欧，就算被制裁，俄罗斯的战略打击能力照样在线。可军事上的高调没能掩盖战场实力。就在图160巡逻的同一天，乌军传来捷报，首次摧毁了俄军罕见的 A60 激光攻击飞机。这款飞机可是十分金贵，俄罗斯一共就造了2架原型机，是基于 1276MD 运输机改装的，号称能攻击卫星，是独一份的先进武器项目。结果还没上战场就被乌军一锅端了。乌军这次袭击打得特别准，直奔俄罗斯塔甘罗格的别里耶夫飞机修理厂和亚特兰特航空工厂，现场炸得火光冲天。除了 A60， 还有一架 A52LL 飞机可能受损，工厂里到处是残骸。更让俄军头疼的是，乌军的攻势不止于此。除了 A60， 乌克兰对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斯克港也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作为黑海沿岸最大不动港，这座港口是黑海舰队从克里米亚撤退后的新驻地，战略地位极重要。结果这次被揍得够呛。现场画面显示，港口石油码头先遭受了袭击，无人机击中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瞬间燃起了大火，海面和空中全是耀眼火球，爆炸声此起彼伏。初步判断，码头油库被严重毁坏。黑海舰队的一艘117型短吻鳄大型登陆舰也在袭击中受损了。这还只是武器装备，俄罗斯后方的炼油厂乌克兰也没放过。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已经被点燃，大火和浓烟笼罩住了整个城市。乌军的目标很明确，打击俄罗斯南部多个港口和工业设施，削弱俄军的后方后勤基地和军火中心，影响前线俄军的补给。火力军觉得乌军的反击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章法了。接下来黑海海域的交锋可能还会更激烈。俄乌战场的持续焦灼让欧洲彻底看清了安全威胁的现实，赶紧在防务一体化的路上提速，加强自己的防务力量。波兰打造东方之盾，欧洲大力推行欧洲防务工业计划，德国也将组建专门的自杀式无人机中队。
波兰成为欧盟 SAFE 计划的最大赢家。波兰总理府宣布将拿到欧盟近51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来搞东部盾牌项目，开发国防技术，还有建设安全相关的国家基础设施。图斯克总理强调，这笔钱是对国家安全和技术发展的大投资，涵盖航天、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这些关键领域。开源研究员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为了打造东方之盾，波兰已在加里宁格勒附近建设新的边境防御工事，既是自身安全保障，也是欧洲东部的安全屏障。紧接着，欧洲议会以457票赞成、148票反对和3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简称 EDIP。这是欧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工具。这次计划的核心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强化欧洲防务工业，促进联合采购，提升制造能力，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资金方面，预计2025到2027年首批拨款15亿欧元，其中3亿欧元专门给乌克兰，还设立了至少 1.5亿欧元的供应链转型基金，成员国没用完的相关基金也能转投 EDIP。在这次计划中，欧洲还大力倡导购买欧洲产品原则，敦促成员国主要与欧洲供应商合作，并且在欧盟内部购买大部分军事装备。根据目前的规定，受资助的防务工业项目中，来自欧盟以外或某些伙伴国家生产的零部件成本不能超过总投资的 35%， 并且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选非欧盟采购。通过这个计划，乌克兰在防务上实际上已经算是准欧盟成员了。欧盟不仅给乌克兰钱，还允许乌克兰军工企业也能参与 EDIP 项目。按照欧盟官员的话说，要把乌克兰的军事创新能力注入欧洲，这点火力军并不会惊讶。乌克兰现在是世界上实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无人机技术和抗干扰技术正是欧洲急需的。另一边，德国也有大动作。媒体报道，德国武装部队将组建专门的自杀式无人机中队，弥补乌克兰战争暴露的能力缺口。根据陆军监察官的说法，德国计划建6个中程徘徊弹药连，第一个2027年就能投入使用，到2029年要完成5个连的组建。目前已经在测试多个竞争无人机系统，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是俄乌战场的核心装备，能远程精准打击。另外，德国陆军还计划2029年前建立远程精确打击炮台，同时加强军事基地防范无人机攻击的能力。以前德国总觉得打仗就是靠豹式坦克冲锋，看了俄乌战场这几年，德国陆军监察官说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战争里数据就是弹药，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才是王道。不过火力军觉得欧洲防务一体化也有难题，目前国防工业分散，产品重复度高，而且对美国武器依赖度高。2020到2024年进口武器 64% 来自美国，远高于 EDIP 设定的 35% 目标。能不能实现自主，关键看各国的政治合作勇气。当欧洲在陆地上加强防务时，美国海军却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危机。面对日益老化的舰队和本土造船业的产能瓶颈，美国不得不做出一个两难但极其务实的战略选择。11月，美国海军部长正式宣布取消星座级护卫舰项目，后续的大部分建造计划仅保留目前已经开工的前2艘。星座级项目原本被寄予厚望，想通过引进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成熟的 FREMM 护卫舰设计，来快速低成本的扩充美军舰队规模。然而项目的执行过程却不太顺利，美国海军在原有设计上进行了大量修改，准备在这一艘护卫舰上加入驱逐舰级别的作战系统，结果导致舰体严重超重，通用性从 85% 降至 15%， 直接导致成本飙升超10亿美元，交付延期3年多。原计划2030年代初形成战力，现已推迟至2030年代中后期。设计指标的频繁变更，再加上美国本土造船厂熟练工人的短缺，以及供应链的混乱，导致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成本更是失控。最终海军部不得不及时止损，叫停这个项目。不过美国海军也考虑到造船工人利益，强调会保障相关就业和船厂未来造船能力。芬坎蒂尼集团表示，他们预计会拿到2栖船、破冰船等新订单，美国政府也会赔偿损失。据透露，这6艘护卫舰建造总价值55亿美元，继续造前2艘加赔偿达30亿美元，新订单则预计20亿美元。取消项目只是第一步，美国海军更大的问题是产能不足。截至2025年初，美国现役作战舰艇不到300艘，远低于355艘的长期目标。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潜艇、2栖舰艇和后勤舰艇的建造都面临工期压力，每延误1个月，西太平洋就少1年作战力量。此次取消不仅是淘汰不达标项目，更是美海军在当前战略竞争下对自身工业能力和采购流程的调整。海军部长菲兰的战略转向明确指出，这项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需要更快地扩充舰队，以应对未来的威胁。这一转向将使海军能够更快地建造新型舰艇，并提升美军的补给能力。
可以在更紧迫的时间内，以更大的数量为作战人员提供所需。优先发展可快速批量建造的舰艇，已成为美国的新战略核心。因为造船业萎缩、基础设施老化等原因，再加上需要同时建造航母、核潜艇等高端武器，快速完成这个目标稍微有一些困难。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海军将目标投向了亚洲。美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上将近期对韩国和日本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把解决造船问题当成了核心议程，特意走访韩国现代重工、韩华海洋等造船厂，讨论盟友如何帮美国提升造船能力。美国研究机构分析发现，韩国和日本的造船厂其实有建造复杂船体的能力，应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单纯的出口商。最近双方就开始有实打实的动作了。韩国现代重工集团、亨廷顿、英格尔斯这2家公司已经敲定协议，准备联手给美国海军造辅助舰艇，背后还有韩国给美国造船业砸的大笔投资，这说明之前的合作想法已经落实了。不过即使是日韩这样的盟友，也不能直接制造美国的核心战舰，所以美国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盟友维修，本土组装。目前具体的构想是将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军舰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大规模外包给日本和韩国的造船厂，这可以极大地释放美国本土船厂的压力，让他们专注于核潜艇和航母的建造，并推进战略转向的进程。更进一步的方案甚至考虑由日韩企业建造大型的非敏感船体模块，然后运回美国进行组装。火力军觉得美国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拥有强大的盟友体系。这次战略转向利用日韩成熟的造船产能，能迅速解决维修排队的问题，让美军战舰快速重返大洋，同时也可以让美国本土船厂腾出手来专攻核潜艇等高端领域。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不仅能缓解燃眉之急，更展示了美国灵活调整战略的能力。一旦这个计划成功实施，西太平洋的海权优势依然会牢牢掌握在美军手里。在美欧忙着调整军事布局时，朝鲜半岛局势突然升温，这里的紧张局势丝毫不亚于欧洲。11月26日清晨7时，朝鲜在平安北道泰川郡导弹发射场成功发射一枚火星18洲际导弹，飞行约900公里后精准落入日本海预定海域。朝鲜官方媒体随后证实，金正恩亲自到现场督战，并称这是对敌对势力军事挑衅的强力回应。朝中社发布的画面显示，在泰川郡山上，金正恩穿着黑色夹克站在观礼台，举着望远镜凝视导弹升空轨迹，身后军官同步敬礼。泰川郡山多洞深，便于隐蔽，是朝鲜导弹试射的核心场地。而火星18与朝鲜以往的液体燃料导弹也不同，它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这意味着它不需要在发射前进行长时间的燃料加注，生存能力和反应速度都得到了质的飞跃。虽然此次试射采取了高角度弹道以限制飞行距离，但军事专家分析，其理论射程超过 1.5 万公里，足以覆盖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且朝鲜选在美韩军演期间发射，还精准避开日本专属经济区，明显是战术威慑而非直接挑衅，既表了态又控制了局势升级风险。导弹升空后，韩日迅速进行了反应。7时15分，韩国就联合参谋本部启动了全民防空警报，首尔街头上班族纷纷停下查看手机警报。上午8时，日本防卫省紧急召开发布会，通报导弹未落入专属经济区，同时派宙斯盾舰紧急开赴相关海域加强警戒。当然，由于半岛内长期的矛盾，局势不可能因此降温，除了启动警报，美韩还选择了强硬反击。当天上午9时，双方联合宣布将军演延长至12月2日，还加派 B-52H 战略轰炸机抵韩，进一步强化威慑。这种硬碰硬的手段让半岛陷入了死循环。2025年以来，朝鲜已进行11次导弹试验，美韩联合军演更是达到15次，双方互不示弱，局势一步步走向悬崖边缘。军事专家警告，如果美韩不停止军演，半岛随时可能突破军事红线，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半岛作为全球安全的敏感地带，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火力军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双方能否及时踩下刹车，回到对话轨道。如果任由对峙升级，最终受损的只会是半岛南北的普通民众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是否真的会加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的话别忘了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